关注大度，也拜福。What's up？ 我是大度。从右到左依次是小米13 Ultra， 小米13 Ultra 的专业摄影套装，小米13的这个小米首发尊享礼盒啊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开箱顺序就先从手机开始。在开箱之前呢，我还是想说一下一个情况，就是网上也已经有无数的评测啊、使用体验什么的，但是我这几天怎么说，就是你们戒过毒嘛，懂吗？就是我对手机、对影像那么感兴趣的一个人呢，这几天刷到了起码不下50个小米13 Ultra 的评测啊、开箱的视频，我全部都不看，因为我想保证自己啊对这个手机那种初次见面的那种体验感，那种让我兴奋愉悦。Let's begin。小米这次送的手机壳居然不是那种透明的清水包装，就是那种用了7、8天以后就会发黄的那种，是直接给了一个黑色的 very blank。然后卡针就不多介绍了，我们再看一下下面有些啥啊。来，你们看看这个是啥啊？现在送充电器的厂商屈指可数，他还送个90瓦的。就凭这个小米，手机充电头、手机壳，这就是小米所有的这个包装里面的配件了。好，我们撕膜吧。没有毛病吧，老哥们，这个白色选的忒漂亮了！哇，这白色，去年的小米12S Ultra 的视频啊。我就提了一个建议，就是说为啥不给我白色呢？然后今年终于来了，哇，把它擦干净，不能让它受到一丝丝的污染。这个手机的背板啊，就是不管是看起来、摸起来啊、闻起来，还是舔起来，啊，都是有一股高端皮的味道。我操，好变态！整体的外观呢，其实和12S Ultra 是大差不差的。今年的这个影像旗舰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，就是一个大眼睛。每一次我讲到这个大眼睛，我就会拿出我的压箱底的这个诺基亚1020啊，这两个手机，你们看这个设计。是不是？感觉今年所有的这个大厂啊，都在搞这个和诺基亚1020一样的这个模式的这种镜头组的感觉啊。但这个是对的，因为你里面要放更大的传感器，那肯定就要更加的突出，懂吗？更何况这玩意儿是4个摄像头，但是这个手机有个突出的地方。从背板到镜头是有一个隆起的，但是这个手感呢，因为这个手机的尺寸在这呢，这次重量好像是接近半斤了，所以说柔弱的女生用着可能会比较费劲啊！我在干啥？开个机吧！屏幕好亮啊，好亮！这个其实就是正常安卓旗舰机的一个屏占比啊。个人觉得这个屏占比无功无过吧，上下边框是稍微有一点点宽的，也是一个曲面屏的设计。带上了手机壳啊，整个一个机器的感觉，一看就变了好商务啊，看到没有？右手边是小米12S Ultra， 左手边是小米13 Ultra， 你们觉得哪一个的正面颜值会更好看呢？啊，觉得小米13好看的扣1，小米12S Ultra 好看的扣2。好，觉得13音质好的扣1啊，12S Ultra 音质好的扣2。接着开箱，接着我。OK， 我们现在开箱的是来自小米13 Ultra 首发尊享套装，特别鸣谢下西昌时代广场的小米之家的张启波先生啊，他给我留的啊，这套其实是。OK， 送了一个相机包、背带。这个是啥？还有一个装滤镜的口袋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！这个包好精致啊！这个包是一个相机包，sorry， 这个包是一个手机包，手机放进去，然后咔嗒吸上，然后这2个地方把这个肩带扣上去，就可以背着走了。它里面是这种翻毛皮的材质啊，所以说肯定是不会损伤咱们的手机的啊，还不错啊！这个整个做工和质感，缝线。这个接边的地方，你看不到任何的毛刺有一个小小的线头，
瑕疵倒不是特别多。然后它还送了一个这个小的滤镜包，这个是去年没有的，因为今年它的这个专业影像套装啊，你是可以给手机加上67毫米的相机镜头的滤镜的，懂吧？就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滤镜去做一些，像偏振镜啊，像用 ND 镜来减光拍卖萌啊啥的都可以啊。这个后面再慢慢的延伸吧，又是一个新的视频啊，太多坑了，这么一个手机要挖好多坑。我们下一个来自这个小米13U 的专业摄影套装，直接开始开箱。哎呀，城市的喧嚣，霓虹灯的闪烁，来去匆匆的背影，按下快门，每张照片都将成为一首视觉之诗。现在，开启你的影像之旅吧。好，写了一行振奋人心的字在这儿啊，不管它，拿开就是一股溢出的质感。来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套装质感咋样？哦，李现。最不重要的开始开，专业摄影套装，这个是啥？无线手柄的说明书，滤镜环的说明书。哦哟，这些东西都要说明书吗？这个应该是滤镜环的那个环啊，把这个要卡在那个手机壳上。然后这个是一个镜头盖，哇，这些搭配在一起好骚啊，小米。这个快门键按起手感很不错。我不开玩笑的说，这个快门键比现在正在拍摄的这个索尼的 A7M4 的按下去的质感还好。哇，这个皮摸着质感和我的手机背后的皮没啥区别，还可以啊。这个套上这个手机壳还不错啊，整个手机就又换了一个风格哦。这个的手感摸起来要更舒服一点啊。把这个手机这样滑进来以后，这边有一个按钮给它抠过来，好，这样子就上紧了，就不用担心咱们的这个东西会掉了，好吧？牢固性还不错。然后好像据说是可以按快门就进入照相界面吗？哎，咋不进呢？好，应该要开 NFC 吧？这个，看一下说明书，要蓝牙配对啊 ，sorry， 对，它自己就弹出了一个窗口，叫我去配对。好，配对好，按一下快门。录像呢？录制了，把它装到包里面。装是能装，但是还是很明显啊！而且我的这个裤子包其实是挺大的，你看，还是挺明显的，看到没有？228克，加上手机壳254克，加上相机手柄套装301克。我的手属于是比较大的，你看，我可以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手对这个相机手机啊。我都已经下意识叫它相机，我的手对这个手机，看到没有，是没有任何的下半部分的一个接触的，就这样子握着，我都可以很好的握持住它。加上这个手绳有个双保险嘛 ，OK， 长按就进入街拍模式，它直接就进入街拍模式，然后默认是用1倍的镜头来街拍啊，还可以啊。对焦按0.2秒吧，可能就完了。你直接重按，它就对都不对焦了。然后它还有一个陷阱对焦模式，就是它会自动把这个焦点锁在1.5米左右的一个物体上，或者是2米，或者是5米，这些都是常用的一个街拍的焦段啊。比如说我是1.5米，我就直接这样，懂吧？就可以拍掉一张照片，就有点类似理光的那个，我自己设置一个距离，然后它就可以保证在这个距离之内的物体都是清晰的，它就会省略掉对焦这个步骤，减少你这个抓拍的时间，这个在街头摄影来说是很重要的啊。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小米它自己内部是想把 Ultra 这个产品系列真正的打造成一个街拍的一个实战利器哈，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。就拿理光来举例子，对吧？理光它只生产了 GR3这一款相机，但是它的相机一直都是卖脱销，你根本抢不到。小米可能是发现，就走这个路还不错啊，你相机都可以直接就买二手都需要加价，那我手机给它赋予一些相机的属性的话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做到类似的事情？然后这次小米特别的厚道是啥呢？我的12S Ultra 是12+512GB， 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买下来是6999，然后这个13 Ultra 16+512GB， 我是6499拿到的，它直接降了500块钱。然后呢，我对这个手机的一个评测视频，我最主要会从几个方向来。第一就是发热，第二就是续航，这两个我太在意了，因为真的太烦了，知道吧？12S Ultra 现在用的超卡。第三个，它的超广角以及长焦部分领先12S Ultra 多少？还有第四点，在视频拍摄功能方面，到底还像不像12S Ultra 那样白平衡漂移、曝光乱跳，对焦也是犹犹豫豫的，甚至是在机器发热了以后啊，录像的时候
还会有那种吊针出现啊。好，如果你们想看关于这台小米13 Ultra 的评测视频、影像街拍的话，那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，一夜暴富，好吧 ？Peace。